我住山上，这里没有捷运，我西往上走就故宫博物院，过桥就芝山园。日据时期有个学堂，我常常每天都在这里嘛。基本上我是按时间顺序，其实有点像一个小说家用不同的媒材写自己的生命。第一个展览就是我大学时期拍的，第二个展览是1976到1981国外留学的前半段，这两个展览都是黑白的。我是老台北人，因为那70年代嘛，我们是属于那类比较野的，讲难听点坏小孩，头发都这么长嘛，大概高2高3嘛。家里人给我了一个 Konica 嘛，完全是自学。等到真的想拍的时候，那就去买了一个 Nikon。本科的时间都在台湾各地流窜，泸州湖生图都在大三的时候，那也可能是台湾第一次有人这么疯狂的做一个这种纪实摄影嘛，完整的记录一个小乡镇叫泸州，就在台北的边界，观音山的山脚下。我爸爸因为在我大3升大4的时候过世，我爸爸就葬在那里。其实多少有一种这种哀悼，所以拍了很多跟丧葬啦、跟坟墓啦等等这些有关的。那时候台北车站还是日据时期留下来的老建筑，当我看到那个场景，就是集结了所有的各种的，从年龄、族群、服装，甚至各种时代，在那么美的一种光线，当下就按下来，就是那么一张。我常常每一年都会去兰屿去做一点原住民的3D 服务，那顺便拍照。然后那段时间的兰屿还有关一些所谓的犯人，拍了不少重刑犯。他们重刑犯是开放监狱，旁边就是太平洋。我也跟着戏班跑，我甚至还拍了一个16厘米的纪录片。我一直在寻找的都是另外一种不属于这个当下的这个世界，学习另外一种观看。我一进大学就已经决定要到法国念了，听说法国念书不要钱，而且我当然知道法国有那么好的那些新浪潮，有阿兰黑内，有勾达这等等。那时候台湾留化了又很少，10根指头数不满，大概只有1、2个真的念完的。76到80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叫诸神的黄昏，你几乎很难想象那么多的大师在那里。第一大的课是400、500个人的，像剧场一样的。德勒兹他要开始讲电影，所以1、2个小时全都要去抢位置，那就很疯狂。福柯的书也是畅销书，罗兰巴特也是畅销书。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，多多少少人都会改变。我1个礼拜大概都会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他的收藏的原作，他们就一盒一盒就搬到你桌子上，在技术跟视野以及对于摄影史的这种整个认识呢，差不多在那2、3年内呢高度压缩完成。我自己称我这次的摄影展是一种混血观看，因为我在巴黎都住不同的区、不同地方，我上学路中间，身上随时每天都一定带着相机，可能都是大学养成兴趣。我拍了非常多的所谓劳动者，就包括屠夫啦，包括牧羊人啦、铁路工人啦、卡车司机，对啊，还有看厕所的，我也拍了，他们很美啊。我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或任何的特殊的意图。这几次的这种展览，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我当年在巴黎就冲好了底片，然后我带回台湾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放大放出来。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放电影而已，我们还做投影。这一张是里面比较夸张的，就是前后做了75张来决定掉。两岸3地可能没有人这样做，就有很多的阐述组合。
操你的时间又不一样，包括温度控制都非常复杂，就要把它里面觉得最好、最那种释放出来。所以这75章不是纯粹只是为了一种炫技，这基本上其实把传统的这种音乐的工艺推到最极端了。尤其在这种音乐快要消失了、快要被数码取代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能够求到一个最好。人生很多这种决定都蛮难讲的，因为我是24岁去，34岁回来，想回来拍电影，剧本也写完了，后来也没拍成。当时第一系列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是引起蛮多的注目。单纯的一个动机，就要赶快有一种保存或抢救代表性的这些作家、文学家。周梦蝶先生在台湾的文坛，他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人物。而他这样穿越台北这个城市，他一天的生活历程来浓缩、来回顾他整个一生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透过他的声音，他在念他自己诗的声音里面来呈现。他是一个有信仰的、也皈依的人嘛。若欲相雅，只需悄无人处，呼名。透过这种比较电影语言来说服人，然后来让年轻的一代可以重新去发现这些文学家。我现在算是进入年龄，也是一个老年了嘛，暮年了，连30-40年一直在想，一直在累积。那第3个展览呢，非常多的彩色的摄影的东西。第4个展览，我想可能全部都是拍立得。最后一个展览，我想就回到我的家人，就因为我蛮晚结婚的，就会从我小孩出生一直拍。做展览，假如能够办到的话，也大概我都已经大概可能都80岁了，小孩都20-30岁了。我一直想在走完这个人生之前，能够不敢讲说完成，但至少做到某一些，比如说我最关心的几个课题，能够走完这个，我就差不多了。就可以那一种。